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海军序列服役多年之后，长征1号艇光荣退役后，经过了彻底的去核化处理，于2016年10月进入青岛海军博物馆。深圳卫视记者曾在2019年进入长征1号艇，近距离感受这艘承载光荣历史使命的第一代核潜艇。在我的身后呢，就是舷号为401的长征1号攻击型核潜艇。今天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上去一探究竟。长征1号核潜艇目前对外开放的只有中层的鱼雷舱、指挥舱、前辅机舱、堆舱、后辅机舱、主机舱和尾舱7个舱室。顺着舷梯登上核潜艇，入口处只有一个直径约1米的圆形舱门，极为狭窄，而且通道还是倾斜着的。在潜艇之中行走是十分不便的，因为它舱室与舱室之间这个水密门设计的十分的狭小。可是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小小的水密门，因为一旦发生战损，艇长一声下令，封舱损管，那么我身后这个水密门就会关上。这个关上之后，进水就会得到迅速的控制，它能够救全艇官兵一条命。离开前辅机舱就进入了堆舱，这里安装着核潜艇的心脏和反应堆。核潜艇出航时，对反应堆要进行实时监测，对可能存在的辐射进行测量。而测量辐射量的机量兵就是全艇中最危险也是专业度需求最高的岗位之一。我们现在正身处于国产首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的核反应堆旁边啊。要知道，核潜艇不同于常规动力潜艇，核潜艇它能够在水下隐秘航行更长的时间，以及不需要像柴电潜艇那样浮出水面。换气给它的那个蓄电池充电，因为柴油机在做工的时候它需要氧气进行介入，然而有了这个核反应堆之后，核潜艇可以在水下隐蔽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它巨大的优势。鱼雷舱是整个核潜艇空间最大的舱室，但仍十分狭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长征1号艇的艇首鱼雷舱，那么在我的身后呢，一共有6个鱼雷发射管。而当鱼雷发射管当中的鱼雷打光之后呢，艇上的官兵就会将我身旁的这个鱼雷备用架上的鱼雷重新装填到它正对面的这个鱼雷管之中。第一代核潜艇长征1号填补了中国海军在这方面作战力量的空白，为中国海军积累了操作大型复杂装备的经验，也培养了一代海军指战员和技术人员。经过50多年的艰苦奋斗，目前中国水下核威慑力量已经成长为3位一体核反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咱们国家这个核潜艇呢，其实在现在来说基本上可以完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作战任务达到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并且呢，咱们像这个093、094这样的这个攻击核潜艇或者这个战略核潜艇，它现在拥有了比较成熟的使用经验，然后可以进行批量的生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核潜艇呢，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方面拥有非常高的要求我们都可以非常完美的去满足这些要求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成熟可靠，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像彭世禄这样的共和国英才，中国海军才有了大国的标配。据了解，彭世禄是革命烈士彭湃之子，而周恩来又与彭湃交情颇深。如今，在汕尾市海丰县洪公洪场旧址纪念馆内，还保留着一封彭湃牺牲当天写给周恩来的遗书。彭湃这封信是于1929年8月30号在狱中英勇就义前写下的，也是彭湃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当天下午，彭湃不幸被害。彭湃牺牲后，周恩来对彭湃的儿子彭世禄也是时刻关切。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得知彭世禄在香港的消息后，旋即派龙飞虎副官到香港营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见到了14岁的彭世禄，紧紧地握着彭世禄的双手，感慨地说：“终于找到你了，孩子，要继承先烈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彭湃最初为彭世禄起的名字是彭赤师，意为红色的土地。后因国民党迫害，彭世禄改名为彭宝禄，直到去延安的路上才改名为彭世禄。回顾彭世禄院士的传奇一生，始终心系着人民海军建设，尤其是核潜艇部队的发展。生命的最后岁月，在他的病房中，仍然摆放着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墙上始终挂着一顶中国海军核潜艇军帽，这是他一生的牵挂。